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击碎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。年幼的女儿坚称亲眼看见已故的奶奶将弟弟推下阳台，父母惊慌失措，医生判定幻觉，媒体蜂拥而至。可没人知道，真正的恐惧从来不在阳台，而在那个藏在暗处目睹一切的目击者身上。大家好，我是宝海之欢迎来到都市传说的时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啊。上一次我们是看完了人面犬这个故事啊。接下来是目击者，好吧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让我来看看到底目击了什么东西。既然被看到了，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。一个幸福的家庭的崩溃，往往只在顷刻之间。星期日早上8点，妈妈准备了早餐，桌上摆了4只马克杯，一瓶刚从冰箱取出的牛奶，还有2块昨日从超市买回来的面包。与以往精心准备的早餐相比，最近餐桌上的食物的种类显得格外单调。明明只是少了一个人，餐桌周围却显得异常空旷。少了一个人吗？这不是一家3口吗？爸爸坐在一旁沉默不语，空洞的眼神凝视着桌上的早餐。难道说孩子不在了？少了一个孩子啊！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丝毫情绪，既没有悲伤，也没有愤怒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煎熬，似乎已经让他的精神彻底麻木了。妈妈说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”妈妈又道歉了。最近的她总是在道歉。她认定所有的过错都在自己身上，如果不是那个草率的决定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所以这个家庭是发生了悲剧了。那目击者又是什么意思？是看到了谁吗？看到了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孩子？她哭得红肿的双眼始终没有消肿，眼眶中仿佛永远噙着泪水。芹菜只喝了一口牛奶就放下了杯子，他还是没有胃口，什么也吃不下。虽然他不像妈妈那般频繁哭泣，但年幼的他已经隐约明白，事情早已无法挽回。持续不断的隐痛刺激着他的神经，最近没有哪个夜晚能让他安然入眠。曾经天真烂漫的面庞，此刻眉头紧锁，稚嫩的脸上凝结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。直到此刻，2周前的遭遇的情景仍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。什么情况？他不愿意回想起那段恐怖的经历，可那天的画面却时刻撕扯着他的神经。只要还待在这个家里，过去的回忆就不断涌现，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忘掉。那搬家呀，爸爸妈妈和芹菜一样，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。芹菜一家预计在下个月初搬离这栋公寓，搬离这个他们一家住了9年充满回忆的地方。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家有问题啊！2周前那天是妈妈的生日，爸爸刚好休假，妈妈缠着爸爸开车送她去美容院。他们在下午2点的时候出发。不会这个公寓里面有鬼吧？然后他们都目击到了鬼魂的存在啊！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出现了。哦，弟弟从17楼的阳台上掉下去时，只有芹菜在他身旁。果然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哦。那弟弟为什么会掉下去啊？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个小区，等会儿这个小区整似曾相识啊，会不会是那个人面犬的一个小区啊？长得有点像啊。4岁的弟弟头骨摔得粉碎，脑浆和鲜血浸落在地上，死状十分凄惨。爸爸和妈妈接到电话赶回家时，已经过了下午4点了。警察从目击者证言中得知，弟弟的坠楼时间在下午3点半左右。当时公寓楼下有一位正在散步的老人，他恰好看到了这一幕。除了芹菜以外，没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会是女儿推下去的吧？应该不是吧。在警察的面前，芹菜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他脸色惨白，身子不停的颤抖，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妈妈紧紧地抱住芹菜，2人一起哭了许久，直到嗓音嘶哑，芹菜才逐渐平静下来。我当时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弟弟靠在阳台的一侧玩耍。芹菜一边说一边浑身颤抖。然后有个老婆婆冲到了阳台那边，把弟弟从窗口推了下去。他说完这句话又开始崩溃大哭了。爸爸说不要胡说八道啊！爸爸冲上前猛然抓住芹菜的肩膀，可能是因为抓得太过用力，芹菜哭得更厉害了。我们家哪来的老婆婆啊？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？爸爸涨红的脸透着愤怒，却遮不住眼底翻涌的悲痛。我没有撒谎，那个老婆婆穿着一件印花的衣服，和奶奶照片里的一模一样。哟，我的天哪！
这个虽然说是一张很正常的照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瘆人可怕的。说着，芹菜把手指向了挂在墙壁上的黑白照片，那是2年前过世的奶奶的遗照。哦，这就是自家奶奶了。那自家奶奶为什么推自己的孙子啊？照片中，奶奶微笑着，面容慈祥。妈妈听到后，吓得脸色发青，差点晕了过去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？妈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爸爸满脸悔恨，嘴里不停地小声嘀咕着什么。哦，那说明爸爸知道什么了。在场的警察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局面了。做了一番调查后便离开了。一个7岁的女孩的童言当然无法作为有效证词。很快，警方便认定这是一次不幸的事故。从弟弟死去的那天开始，这个家就变得不正常了。几天后，爸爸和妈妈逐渐接受了弟弟已经死亡的事实。然而，芹菜受到的刺激似乎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。即便警方已将此事认定为事故，芹菜还是坚定自己那天看到了一个老婆婆。妈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她后悔自己那天坚持要去美容院。如果当时她没有要求爸爸开车送她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。女儿去接受心理治疗了，爸爸和妈妈带女儿来到医院的精神科就诊。经过各项检查，女儿的身体状况没有异常，医生得出结论是因惊吓导致的暂时性幻觉。当时父母不在家，弟弟意外坠楼身亡，姐姐因过度自责产生幻觉。医生解释，这属于暂时性心理创伤，症状会时间推移缓解。爸爸和妈妈听到医生的话松了口气，他们叮嘱女儿按时服药，争取早日把病治好。治不好了吧，我感觉一辈子的阴影啊。事故发生后，女儿家附近就不时会出现可疑人士。哦，谁呀？小区的门口、公寓的楼下、电梯的地方，他们都会蹲伏在那些地方，等待着女儿一家人经过。这是什么媒体报道吧？哦，果然呐，他们自称是新闻记者，想要就这样的事情采访芹菜一家人。爸爸怒斥了这帮没有职业道德的三流媒体从业者，妈妈被这群人搞得神经衰弱了。女儿也在几次放学的路上被记者围堵，她不知所措，最后急得哭了出来。这有什么好采访的呢？啊，这帮记者是真的吃饱了没事干啊！明明警方早就认定这是一起事故了，可为何还有那么多媒体争先恐后的前来采访呢？原来在芹菜一家未曾留意的地方，网络上似乎流传了一些古怪的说法。有人说弟弟是被爸爸和妈妈摔死的，他们给弟弟买了巨额的保险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有人说弟弟是被恶鬼缠身坠楼的，所以他的死状才会那么凄惨。在最初的几天，芹菜一家人甚至对网络上的恶意诽谤毫不知情。爸爸说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，这帮人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晚餐过后，爸爸猛然一拳砸在桌子上，突如其来的巨响让空气瞬间凝固。芹菜被吓得浑身一颤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妈妈在旁边安慰女儿，要不我们搬家吧，这个家已经住不下去了，我不想再住在这儿了。对于芹菜一家而言，搬离此处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。我觉得应该也对啊，直接搬离这个地方吧，开启新的生活。但在这样的时刻，爸爸却犹豫了。哦，有什么问题，爸爸啊？这套房子是他和妈妈结婚时候买了，承载了一家人的回忆。仅仅是因为买了房子吗？仅仅是因为回忆吗？难道没有其他的秘密吗？这些回忆里既有幸福的时光，也藏着痛苦的印记。爸爸买这套房子时候动用了全家人的积蓄，其中也包含了2年前过世的奶奶的养老金。哦，奶奶辛苦操了半辈子攒下的积蓄，全部都用来支持爸爸买房了。不过爸爸在意的并不是这件事情，受房价波动影响，他认为此刻出手很不划算，应该再观望一段时间。不会吧？老爸是这样的吗？知道老爸在纠结这样的事情，妈妈哭得更伤心了。明明儿子才死不久，他竟然把钱看得比家人的身心健康还重。芹菜听不懂大人的争执，却能清晰感知父母之间的裂痕。女儿走了，眼看着争吵一触即发，她躲进自己的房间里，用枕头和被子捂住耳朵，在心中不停地祈求这场风暴早日平息呀。女儿的爸爸和妈妈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爸爸比妈妈大1届，两人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。他们在学校的社团中聚会认识，随后陷入了热恋。大学毕业后，爸爸和妈妈结婚了，举办婚礼地点是在爸爸的老家。为了在市区工作方便，他们结婚时在市中心买了这套房子。结婚后的第2年，他们的第1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一个健康的女孩。
那是一家人幸福的起点，一个家庭有了最初的轮廓。弟弟出生时，女儿已经3岁了。他看着摇篮中比自己还要幼小的生命，心中满是怜爱与喜悦。芹菜一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单薪家庭，妈妈是家庭主妇嘛，果然爸爸是在外面工作的，妈妈在家悉心照料孩子。周末时，芹菜一家购物后会顺便在商场吃个午饭，然后到附近的公园散步。结婚纪念日时，爸爸会送妈妈精心准备的礼物。过生日时，全家人会围坐在餐桌旁，一起唱生日歌、吹蜡烛、分享蛋糕。无论在谁看来，这都是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家庭。然而，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，只要时间还在流动，就必然会存在某些变化。已经深夜了，他们两个还坐在这个餐桌上一动不动。某个深夜，在芹菜看不到的地方，妈妈用颤抖的声音对爸爸轻声说：“他们不会要离婚吧？”“哦，不会啊，不是。”“你说该不会是咱妈回来要报复我们吧？就是奶奶啊，奶奶回来要报复我们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吗？我觉得果然如此吧，一定没那么简单。”“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真的相信芹菜说的那些话吗？”爸爸非常生气，但从他愤怒的言语中，仍听出有些许不自信。那说明还是有可能的喽。毕竟我们做了那样的事情。闭嘴，不要再说了。包括芹菜所说的那些话在内，全部都是妄想。你知道孙子出生时，妈妈有多高兴吗？就算妈妈真的恨我们，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你连这也不明白吗？妈妈又开始抽泣，她不断的道歉。我明白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芹菜家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。弟弟出生后不久，奶奶查出了肺癌。按照医生的说法，手术有一定概率能成功。孙子才刚出生不久，奶奶舍不得还没看孙子几眼就离开这个世界。尽管手术费用高昂且成功率有限，奶奶仍下定决心，想要争取多活几年。自从爸爸成家后，奶奶这些年虽然又攒下些积蓄，但这些钱仍不够支付手术费用。爸爸和妈妈四处奔走，通过各种渠道拜托亲朋好友，可手术费终究没能凑齐。奶奶过世了。奶奶在未进行手术的情况下卧床治疗2年，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奶奶的葬礼上，爸爸是否后悔了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埋藏在他的心底。实际上，在奶奶卧病在床的2年间，妈妈和爸爸从未真正为手术筹过资金。从一开始，爸爸就不赞成奶奶动手术。他隐瞒了自己有不少存款的事实，还假意的装作在帮奶奶筹手术费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奶奶一定是知道的吧，自己的儿子在做什么，但他一次也没想拆穿过。这奶奶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孙子从17楼的阳台上推下楼呢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，爸爸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妈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爸躺在床上自言自语道，妈妈又忍不住开始啜泣了。这天晚上他们彻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，爸爸在一家人吃早餐的时间宣布了搬家的事。芹菜一家将在下个月初搬离这栋他们住了9年的公寓，只有远离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，一家人才能重新振作起来。这是爸爸得出的结论，当然没有一个人反对。一转眼，终于到了搬家的日子。大清早，爸爸和妈妈就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进出出。这天早上是芹菜最后一次在这个家中醒来。起床后，他来到客厅，望向了阳台的方向。芹菜的身子微微颤抖着，那天发生的情景仍在历历在目。他在事发的那天看到了一位身穿印花衣服的老婆婆。老婆婆趁他专心看电视的空档，把4岁的弟弟从阳台推了下去。不过那真的是老婆婆吗？会不会是自己看错了呢？芹菜逐渐失去了自信。也许正如心理医生分析的那样，自己只是因为过度惊吓才产生的幻觉。医生说这属于暂时性心理创伤，只要坚持服药就会好转的。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那些画面依然没有消失的迹象。早上7点50分，公寓的门铃响了。芹菜，你们可以下来啦。是妈妈的声音。看样子爸爸和妈妈已经准备好了。芹菜最后看了一眼这个自出生起就住的家，该出发了。这什么地下车库啊？这房子卖掉了吗？我和芹菜坐在电梯来到公寓的 B1楼。这个故事是以什么口吻讲的？地下停车场里，爸爸和妈妈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。这句话前面的那句我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到底是以谁的口吻讲的？
爸爸开的是一辆老旧的银色轿车，妈妈坐在副驾驶上，我和芹菜坐在了车子的后排。这辆车好像也是爸爸和妈妈结婚那年买的，但是这句话呢，又像是女儿讲出来的。这个讲述的方式有点奇怪啊。车子的内部空间比较小，但对于体型娇小的8岁少女而言，坐起来还算舒适。出发前，妈妈又问了一遍：“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出来的时候门有没有关好啊？”我默默点了点头，芹菜也跟着点头。很快，爸爸驾了车，我们朝新家出发了。怀揣的希望，芹菜一家的新生活就此展开。这口吻不会是弟弟的方式来讲的吧？哦，开始了吗？正片终于开始了吗？诡异的故事要开始了吗？这个家庭共有3个孩子。8年前，男主人和女主人婚后的第2年，一个名叫白菜的女孩出生了。1年后，他们又生下了第2个女孩。女孩的名字叫做芹菜。那弟弟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当白菜4岁，芹菜3岁时，他们的弟弟，这个家庭唯一的男孩出生了，还有一个孩子啊。那这个讲述故事的是这个白菜吗？那大姐姐去哪儿了？这是一个幸福的5口之家，家庭氛围融洽，成员均身体健康。我在暗处持续观察他们，静静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事件发生那天，我趁大人外出的时机潜入他们家中。妹妹芹菜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，姐姐白菜则在自己房间里看书。一开始就没有提到这个白菜的姐姐呀。尽管始终没找到弟弟的踪影，我仍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。我选择姐姐作为白菜目标，纯粹是因为她的身体看起来更加健康。等会儿，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还有一个人吗？是鬼魂吗？鬼魂选择了大姐姐作为目标，是附身在她的身上吗？还是什么情况？我屏住呼吸，悄悄贴近她的身后。书桌背着的大门，真是帮了大忙了。我太大意了，事情进行到一半时，我才发现出了差错。潜入后，我始终没见到弟弟的身影。我没注意到白菜的床上有一个小小的隆起。从白菜床上醒来的弟弟，刚好看到了我成为白菜的过程。4岁的男孩对我露出了天真的笑容，他似乎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那既然被看到了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这就是目击者吗？弟弟就是那个目击者。在完成一切必要的工作后，我用白菜的声音和面容轻声地对他说道：“姐姐现在要换衣服，你先到客厅找芹菜姐姐玩好不好呀？”男孩乖巧地点了点头，离开了房间。我想象出了这样的一个场景：弟弟看到了一个类似鬼魂的样子，他渐渐地成为了他的大姐姐。弟弟全程是看在眼里的，但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在那傻笑。所以说这个4岁啊，年龄小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换完衣服后，我开始思考如何处理这样的局面。客厅里的芹菜正沉迷于电视节目，男孩独自在阳台摆弄玩具。我在一间没人使用的房间里翻出了几件老旧的衣服，伪装成奶奶吗？果然看到了墙上的遗照，突然有了灵感。那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，芹菜一定被吓坏了吧？但也这是无可奈何的。为了我自身的安全，我必须尽可能排除风险。什么情况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谁呀？警察很快就赶到了。我说自己一直在房间里看书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芹菜一直在发抖，他被吓得说不出话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男主人和女主人回来了。男主人情绪非常激动，而女主人则哭个不停。芹菜浑身颤抖着，花了不少时间才说出事情的经过。虽然没人愿意相信他说的话，但也没人怀疑过我。最终，警察认定这是一起意外。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。即便疑点再多，他们也不可能找到有价值证据。哪怕可能性再低，4岁的男孩也有可能独自翻过户来。那天后，事情的发展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唯一的遗憾是，这个家庭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和谐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如今，唯一知晓真相的目击者已经离世，
所有的隐患都已经清除了。就这样，我娶到了那个名叫白菜的女孩。啊啊！结束了。等会儿，这个究竟是谁？他是什么伟人吗？或者说他是什么可以变形的怪物吗？先把大姐姐干掉了之后，或者说直接附身在了大姐姐身上，控制了她的大脑，控制了她的意识。但是这个样的过程被弟弟看到了，那要杀人灭口，把弟弟推下了阳台，摔了下去，为了排除一切可能的风险吗？我的天哪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怪物吗？啊，好吧，目击者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二重生。哎，这不就是伟人的意思吗？伟人也可以叫做二重生啊。吼吼吼！我感觉下一个故事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吧？伟人哎，下一个故事是关于伟人的哎，我的天哪！好吧，那咱们今天的都市传说故事就到这里吧。下一个二重生的故事，我们就下次再看吧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